我们今天要介绍 DCRL Server， 沿用先前的例子，把档案名称改成06 DCRL Server。首先，我们不需要 sweep， 在这个例子里面，再来把介质non-model， 意思就是说我把它从这设计里面移除，不考虑，关掉，不看。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Setup 这里，我要把 DC Server 勾起来。DC Server 勾起来以后，它接着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我 RL 都要解，还是只解 R。然后我会建议呢 RL 都要解，原因是因为在我们知道的这个 Z 阻抗的公式里面是同时含有 R 项跟 L 项的，所以说我们在求 Z 的时候，如果 RL 同时考虑是比较好的。我们接着来看一下对应的 DCRL 这个设定页，上面这边是 for R 求解的收敛的条件，下面是 for L 求解收敛的条件。那 for R 求解的收敛条件基本上就跟我们在先前解释 CG Server 的是一样的。这个 Converged Passing 呢，这边呢我们会建议用2，避免假收敛。Maxima 的 Number of Passing 这边可以设大一点，一般可以设到20。那 percent error 这边是设1到 0.1 depend on 你的应用需求。那现在大家会比较有疑问的是，那为什么 for L 求解的部分 maxima 的 number of passing 只设1呢？当我设1的时候，代表我解的时候 R 解完的 mesh 的量直接再多解一次就拿来给 L 用了。那默认一般这样的情况就够了。那这样的情况是给我的导体是没有导磁律的导体，像铜。但如果你这个导体是有导磁律的导体的话，像镍，这个时候你这里就不能这样设了。你这个时候你有导磁律的导体，你电感要准的话，你这边你也要设跟上面一样，这边要 converging 的 passing 至少要设2，避免假收敛的。那也有可能你很难收敛的时候，你要把它的 order 数调高。接下来我们在开始做 RL 求解之前，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做，就是 for CG 的求解，你不需要对导体设 sync source， 但是 for RL 的时候需要，不管是 DCRL 或 ACRL。原因是什么呢？你在 求解 C 的时候电容基本上跟你的电流向是没有关系的。你解电容只有跟你这个导体的大小以及它的距离，还有它的介质材料有关。跟我这个导体上面电流怎么流没有关系。可是你解 RL 不一样。今天以这个例子来讲，我的电流是 Y 轴流向的，还是 X 轴流向的？事实上，我得到的 RL 是完全不同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解 RL， 不管是 DCRL 或 ACRL 的时候，一定要指定 sync source。那我们刚刚 sync source 指定完之后，我们会发现它会自己归类到它对应的 net， 比方说这个是 box one 这个 net， 我们刚刚指定的 sync source 它自己就跑到这个下面来了，自己会归队。我们接下来在求解前，我们再做一下 validation check， 一样有这个lossless 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只有解 DC 频点而已，不是宽频。那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暂时的忽略它，没有关系。我们来开始求解。那因为我们只有2个导体，所以我们收敛会很快。CG 2次就停了， DC 也是2次就停了，一次是 for R， 一次是 for L。那你会说奇怪，为什么那么快就停？因为它 mesh 一次它的这个percent error 就非常非常小了。那如果我们希望
它至少多解几次再停。好，那我可以这边怎么做呢？我可以 CG 这边改成，比方说这里0.1，好，0.1至少解3次。这里改成0.1至少解3次。清除刚刚的求解结果，可以从这里进来。好，顺便教大家一下。来，我们来重解一次，至少小于0.12次，而且呢 ，minima 要解3次。好，那么来看一下它会怎么解。所以借这个例子，我们也可以让各位体验一下，就是我去调整那边的设定的时候，会得到怎么样的一个收敛条件的改变。我现在要0.1以下2次才会停。那这个时候 for CG， 它原本解到这里就停了，它现在会解到8才停。那 DC 的部分呢？ DC 的部分呢？至少解3次，有没有？虽然说它在第2次的时候，它就已经远小于0.1了。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Plot Mesh， 我们先前教过的 Plot Mesh。之前我们只看过 CG Server 的 Plot Mesh 的结果 ，CG。这次我们要看 DC， 我们要看 DC。好，这个是 CG 的，这个是 DC 的。同样的，我们来复习一下先前这个切蛋糕的技术。我们要来观察所谓的 DC Server， 我们说它是这个FEM， 那是什么意思？有没有发现？感觉好像没有变哈，但事实上你们发现这边缺一个角了。意思是我从这个面往这边看要切的时候，这个可以拿掉，被我切掉。但是这里呢，由于它是一整个三角形，好，我没有办法整块移除，所以它就没有移除了。所以可以移除的是这里。有没有看到？好，那如果不太明白这个意思，我们再做另外一个位置的观察，比方说这里，各位有没有发现？好，这样这一次就比较清楚了啦哈。它会以整个完整的四面体为这个移除的移除检视的一个选择。那你就会发现说，真的，它里面它的 mesh 不是只有切表面它切到里面所以这个就是跟各位说明的DC Server 真的是用 FEM。如果我要让这个 mesh 不要显示，我可以按这里的右键 Plot Visibility， 这边把它取消勾选，我就看不到这个 mesh 了。那我们接着要来教各位怎么看 IR Drop。好，来，我们来选定面，导体的表面。好，按右键 DCRL Fill， 这边有一个 Find DC， 选择这个按 OK 就可以了。那各位可能会纳闷说，奇怪，为什么这个只有这里有一个电压变化，另外一条却没有呢？感觉好像只有这一条有能量在流动，所以有 IR Drop，这一条没有。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在它这个 Fill 这里可以指定 Source。好，我在 DCRL 这里 ，Box 1有指定它流1安培，Box 2没有指定它流1安培。这个时候就会看到两边都有流1安培情况下的
IR drop。那我也可以以电压的方式来指定，那这个时候，它就以一个电压范围的梯度来呈现，1到0。接着我们来看一个对大多数的人来讲可能是比较陌生的东西就是户主。好，我们来看这个DCRL table。我们可以把这个单位稍微调小一点便于我们这边来观察。我们先看 R 就好了因为这个对角线这边这个是 R， 这个是 L， 那我们为了便于说明，我们先看 R 就好。那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 box 1对 box 1这个 R 其实指的就是我们这个导体从 sink 到 source 看到的 R。但是这个 box 1对 box 2这个 R， 我们姑且称之它为户主。这个 R 代表什么？它现在在这里 DC 是0这个 R 代表什么？请注意，它代表的并不是说这两个导体之间有一个等效的跨接的寄生电阻，并不是这个意思。很多人会误解以为这个户主是不是代表两个相邻的导体间它有漏电的一个等效的电阻呢？其实不是。那户主是什么东西呢？我这边有整理一些资料可以给各位参考。那请各位从这里进来看，在这个 Q3D 软体里面有一个自溶跟户主那这里 What is mutual resistance？ 什么是户主？那我们来看一下户主表示相邻的两条导线间，当同时有存在非 DC 的电流，意思就是 DC 不会有户主，所以我们刚刚看到户主是0。好，有 AC 的电流在流动的时候，因为临近效应所引起的额外功率损耗项，所以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相邻的导线间彼此互相耦合 induce 的电流所造成的能量影响。所以随着你相邻的两条线之间的方向是同向或反向你的户主有可能是正的，也有可能是负的。所以你不要看到户主是负的就以为是错了。那这边各位就可以去理解所以你可以进一步的以我们这个两条同线的实验你去把它的 sink source 的位置对调，就会发现户主是有可能有正的，也有可能有负的当它在 AC 的时候。好，那我们刚刚提到了AC 才会有户主， DC 不会有户主。可是有一种状况例外，在我们这种例子就是不算例外但是有一种状况例外，我们后面有写到，有一种情况下 DC 存在户主，意思就是我一个导体今天如果是两个 source 一个 sink， 意思就是我的回路有共同的 path 项。好，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这个户主 R12， 事实上它的等效电路 R12 的表示是这个样子。好，所以这种情况下 DC 就有户主了，所以常常有人会说那我今天如果一个导体，比方说像是 Y 字形的这种导体，那 Q3D这个 source to sink 这边这个给了我一组 R， 然后呢称它叫做 R11， 然后另外一端的 source to sink 又再给了我另外一个 R， 叫做 R22， 我共同项的 R 是不是就重复计算了 ？R11 R22， 会重复计算吗？其实不会。你看这个等效电路，你就会知道它不会给你重复计算。